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首先歡迎今天到場嘉賓，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各位好，大家好，以及國際情勢專家賴岳清賴教授。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李將軍。依林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在今天的節目一開始，我們要帶大家來討論的是中日緊張關係不但沒有趨緩，而且逐漸在升溫。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日本的產經新聞就報道了，說日本防衛省在研議，假如中國真的侵台的話，那自衛隊跟美軍首先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集成福建艦，讓登陸的艦艇兵力可以減少。但是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央視也公布了福建艦有最新的進展哦，是他們正在展開這個海上的實兵訓練，而且不是單打獨鬥，它旁邊有055大區延安艦、054A 通遼艦、殲35、殲15T、殲15DT， 還有空警600。好，所以整個看起來呢，護衛隊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顯示出，其實現在中國海軍它的整體的作戰能力是越來越成熟。我們要請教蔡委員您來看，因為現在呢，日本口頭上說他要集成這個福建艦，但是以他們的實力來說，真的辦得到嗎？還是說在這些王牌搭子的護衛之下，被攻擊的話，會不會日本是先被反擊的？我覺得日本人可能要面壁吹牛個3年再來吧。為什麼？你要打航空母艦，在睡覺的時候絕對做得到，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話，就沒辦法做白日夢。我們要檢討一下日本有沒有反艦導彈。沒有反艦導彈，你打什麼航空母艦？好，那檢討它有沒有？它還真的有哎。可是問題，它的反艦導彈，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哈。它的12式地對艦，就地對艦打，那只能打200公里。福建艦沒事幹，跑到你200公里的岸邊幹嘛？這就說不通。所以日本的岸置機動反艦導彈只能打海警船。再來哈，它增程式的可以到1000公里。那對不起，可是亞音速的，就是不到超音速。那也沒什麼用。為什麼？穿透力不夠，而且航空母艦會距離你1000公里嗎？也不會，起碼距離你1500公里啊，因為太近了哦，你飛機起飛2、3就到了嘛。那再來海上有沒有反艦導彈？有，它90式的200公里，17式的這個300公里多一點，然後說12艦載式的未來會到500公里。那我不曉得你這個艦隊要靠多近？這就早就被福建艦給打沉了啊！再來，它有空射的反艦導彈，完了更經典，它有 ASM 1號，他自己做的70公里 ，ASM 2 170公里 ，ASM 3它叫做高速反艦導彈，據說可以到3馬赫，但是那還不是高超音速，3馬赫可以到200公里，這種射程怎麼打福建艦？所以我說，日本先生白天不要吃太多安眠藥，會打瞌睡啊。所以這個叫吹牛皮。那你說可不可以用美國買的戰斧導彈可以打1600公里？問題戰斧導彈是次音速的，而且是在戰斧導彈主要是公路用的啊，要做反艦那還早了哈。所以他說日本正在積極開發可以打那種1000公里的。跟中國一樣高超音速的滑翔體，用 HGV 來打，那就是彈道型的啊。很抱歉還沒看到啊，等他看到了再說。大家較量嘛。可是你日本可能會面對東風，東風打不幾型啊，一打東京就不見了，大阪也不見了，廣島也不見了，長崎也不見了。這個你日本自己想一想啊。自己想，這是比較實際的問題。好，確實，在目前呢，蔡委員的分析看來是有難度的啦。但是日本他敢說這個話，也不是說他沒有底氣，因為最近在日本在做什麼呢？首先是因為它的飛彈產業，其實這幾年來進展是非常的大的。共同社就報道了說，日本呢，它呢已經將這第一批由五角大廈授權他們代工的愛國者飛彈出口到美國。那其實這是2戰之後首次出口這種殺傷性的武器。那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現在也在考慮他要修訂這個安保3文件、非核3原則，甚至說可能允許美國在日部署核武。好，換句話說，日本呢現在呢不但是要出口這個殺傷性的武器，而且要引進核武。那賴教授你來看，也就是說他們這個組合拳真的已經架好了，所以是有這個底氣可以跟中國來對抗嗎？
我同意這個蔡委員的說話，這個也是大話了啊，因為連美國這個川普他自己說他要打造一個金瓊啊，這個因為以色列有鐵穹嘛，那美國有金瓊，金瓊都沒有辦法攔截俄羅斯的導彈，那他更不可能攔截中國大陸的導彈，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導彈這個部分，大陸的發展比俄羅斯、比美國還要強。尤其是中程的彈道導彈，超高音速，目前來說，在全世界居於最高領先地位的就中國大陸。那你想，這個金瓊就是要從外太空開始進行這個第一套的防禦圈，再從高空第二套，然後再從大氣層第三套，一直到進來的時候才是愛國者導彈，已經是近空的防禦了。那日本的防空導彈是經過美國授權的。所以也就低空的防空導彈，啊，所以這個它的殺傷力並不大的啊，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大。就像台灣也有愛國者2、愛國者3啊，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它本身的防禦能力是有限的，啊，因為它攔截不了超高音速的導彈。為什麼？因為它最高的馬赫就是4.5馬赫，那你怎麼4.5馬赫？你怎麼可以追10馬赫的導彈呢？也就是說，你慢車速你怎麼能夠追得上快車速呢？而且更何況是中國大陸的導彈，它有經過2到3次的變換，我們叫做變軌飛行，就是變換飛行姿態，你的演算基本上是來不及的。也就是說，當它產生第一次的變軌的時候，你的電腦要去重新捕捉它，重新計算，那你基本上你的防禦的時間就一直壓縮了。到最後，它在穿破大氣層要開始進入攻擊的姿態的時候，它還可以再變軌，因為它是水漂式的，它不斷的在變軌的過程中，你的計算根本來不及，等到你發現的時候，你已經被擊中了。所以我想這個是大話了，大家都知道，講這個說所謂的我已經有能力因為美國授權給我制造這個愛國者3，那也就是引進美國的技術，那我已經有這個能力沒有？基本上來講，我們覺得這個是近空的防禦，它效果不大。就這樣，很多人在嘲笑台灣，就是說你買一堆愛國者，你基本上來講攔不住解放軍的這個導彈的這個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更何況就是導彈並不是只有1、2枚，無人機，還有各種火箭彈，還有各種那個水面或者是水下，或者是空中，或者是地面發射的各種導彈。對日本來講，它沒辦法攔截的。你看看這次大陸為什麼在黃海進行實彈演練？在大陸在黃海進行的實彈演練，你用我們講彈道導彈好了，就是拋物性原理，你把它一拉的話，它的作戰半徑就在日本的全島了。所以為什麼黃海的實彈射擊那麼重要？而且那是一種警告式，也就是說你本身把它，因為我射高射很高。那我把這個彈道導彈一拉平的時候，你涵蓋在日本的全島的情形下，日本本身是攔不住的，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講到無核三原則的問題。大陸的核武使用是對於沒有核武國，它是不會使用的。但是你一旦有了核武，那你就是構成中國大陸用核武攻擊你的這個對象了。那我們再來看核武，基本上來講，你要注意一個是彈頭的部分。戰略跟戰術的彈頭，另外一部分就是載具，載具就是我把你送多遠、送多快、送多準。那核彈本身的準確度並沒有那麼要求，但是它的速度要快，要投得夠遠，然後它的彈頭的造成的殺傷性的威力要夠大。好，那最後一個就是你的承受力。我們一般來講，我在法國巴黎大學讀國防戰略研究所博士班的時候，我們的一個老師他是核武專家，他就談到了就是核戰哪一些國家打得起，哪一些國家打不起。那很明顯的，日本是打不起任何核戰的。為什麼？第一個，國土面積狹小；第二個，人口多；第三個，整個東京經濟板塊太密集了，所以它本身承受不了任何核彈的攻擊。那因此，日本發展這個核武的問題，非但不能夠威懾到中國大陸，本身還會遭到俄羅斯、朝鮮跟大陸本身的雙方都是核武國的攻擊。蠢成這個樣子，這是人類間的奇葩。
好，從賴教授跟蔡委員的點評聽起來呢，日本想要反擊，甚至說把這個福建艦擊沉呢，都是有一定的難度，甚至認為是說在說大話。好，不管日本有沒有這個底氣，但是我們現在拉到日本的內部來看，因為現在包含沖繩都出現了民意上的裂痕跟分歧了。因為沖繩本島其實呢，因為在這個二戰的傷痛到現在呢，其實他們的反戰情緒是非常強的。從圖卡當中您看到，這個不再有沖繩戰役會的會長他就說了，說呢，其實如果台灣有事，美軍又從沖繩出兵的話，那他認為說沖繩就一定會被拉入這個戰爭，那當地的人民是被犧牲的狀態。但是呢，石垣島就不一樣的態度了哦。石垣島的市長他說可以理解高市早苗的說法，所以他認為如果中國封鎖台灣，那石垣呢本身就會是第一線城市，所以他認為說這個準備是要先做好的。好，李將軍請教你，也就是說現在沖繩本島不想打，但石垣可以當這個前線。那如果中國真的封鎖台灣的話，包括了石垣在內的城市，也就是說會陷入危機。中日兩國如果真的在這個宮古海峽爆發衝突，您覺得誰占上風？你問的有2個地方，一個是石垣島，一個是宮古海峽哈，我分別就是這2個地方來說明。第一個來講的話，就石垣島哈，它是毫無抵抗的能力，因為這個解放軍在前天已經證明了哈。那石垣島這個從石垣島跟台灣中間來講的話，解放軍用了一架無人的這種飛機和無人機從這邊台灣跟石垣島中間穿過哈。這個我研判可能是經常來台灣的那個無人機了。它的如果說是這架無人機的話，它的這種在空滯空的時間有到15個小時。那當時這個日本自衛隊它的這個戰機有曾經有起飛哈，來做這個監視的這種動作。但你要知道，無人機對抗有人機來講的話，除非說真的開戰，不然的話是絕對是有人機吃虧的。因為你有人機在空中來講，你飛行員不管是油料或者是人員的體能來講，你最多就是2-3個鐘頭。那他可以在這邊無限給你繞15個小時，那你怎麼去應付它哈？可能這個幾波下來講的話，這個人疲馬困，你又不敢將它擊落，所以這是石垣島的一個狀況。當然，如果說真的戰時來講的話，以解放軍現在的無人機能力來講的話，應該很快可以解決掉石垣島哈。那至於說宮古海峽的話，我覺得如果說在宮古海峽發生開戰的話，那日本是100%佔領有利的地位。那為什麼？因為宮古海峽，我們大家看一下啊，整個所謂的第一島鏈，大陸這個海軍它要出第一島鏈，大概不外從2個地方，北邊就是宮古海峽，南邊就是巴士海峽。那宮古海峽最寬的地方約300公里哈。我們如果說按照蔡委員剛剛所跟我們講的這種它的對艦導彈的射程，假設說有200公里的話，它分別在宮古海峽的2端部署這種對艦導彈來講，它就很容易可以封鎖整個宮古海峽。你要通過它的話，那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如果再加上布上水雷來講的話，可能解放軍要通過這個地方難度就會增加很大。也就是因為如此哈，所以我認為解放軍他如果說要出第一島鏈的話哈，大概除了宮古海峽就是下面的巴士海峽。所以我認為他有3種方法會出宮古海峽。第一種方法就是先下手為強，這個開戰之前就先將宮古海峽周邊的這種海空的導彈陣地將它摧毀掉，它才可以確保它艦隊可以這個進出所謂的第一島鏈。第二個方法，它就是我們現在經常在討論的，也有可能會實現，就是它讓琉球建國，琉球重新復國，然後讓琉球跟中國來講，雙方來講建立一個很好的友誼關係，這樣的話保持中立，那中國的海軍艦隊自然就可以出宮古海峽。第3個方法就是占有台灣，這個我們前一陣子大家有討論過，福建艦最好的母港在哪裡？那如果說地緣來講的話，不就是台灣嗎？如果台灣來講的話，就北邊來講的話，它就不會被琉球群島所鉗制住，南邊來講也不會被菲律賓所鉗制住。它如果從台灣出去來講的話，就是廣闊的太平洋。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地緣戰略這麼重要。為什麼高市早苗會講這種話？他認為說是他有把握在宮古海峽這邊堵住中國的艦隊，所以他才敢這麼囂張講這句話。那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來講的話，一直要統一台灣，除了說是民族歷史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就我國家如果說要發展海權要強大，那最好的進出太平洋的路就是台灣哈，這也是地緣戰略對整個國家發展最大的影響在這邊。所以我認為但是隨着武器的進步哈，未來是不是如此可能會有所改變？比如說
這個有無人機的時代來臨來講的話，哈，那是不是會改變現有武器的這種射程，或者是它作戰的效能，可能會有所改變？但是在目前狀況看起來的話，如果在宫古海峽發生海戰來講的話，以地理上面來看的話，是日本占優勢。是更多精彩內容，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